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1950年，这首激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响起，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使命，毅然跨过鸭绿江，投身抗美援朝战争。这场战争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顽强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打出了国威军威。据统计，在战争中，我军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的共36万余人，失踪被俘2.9万余人，合计约39万人。如此巨大的代价，中国从中得到了什么？这一问题，美国用了21年才真正想明白。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百废待兴，经历了长期的战争，经济亟待恢复，社会需要稳定。然而，国际形势却不容乐观。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迅速介入，不仅派出军队支援韩国，还将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当时，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出兵朝鲜意味着要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及其盟友作战，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后勤保障困难，胜负难以预料，还可能让国家经济建设再次陷入困境。不出兵，朝鲜一旦沦陷，美国的军事力量将直接威胁中国东北边境。东北作为中国的工业重心，集中了主要的工业基地，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未来发展极为不利。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综合考量国际国内形势，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毛主席深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只有主动出击，打败美国的嚣张气焰，才能为新中国赢得和平发展的空间。这一决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也彰显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精神。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美军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后勤保障充足。而志愿军武器简陋，主要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运输补给困难，常常面临粮食和弹药短缺的问题。在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下，志愿军将士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卓越的军事智慧，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在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战士在零下30-40摄氏度的严寒中，身着单薄棉衣，潜伏在阵地上，等待时机发起进攻。由于极端寒冷，许多战士被冻成冰雕，却依然保持着战斗姿势，展现出钢铁般的意志。此役，志愿军重创美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扭转了战场态势。上甘岭战役同样惨烈无比，美军调集大量兵力、火力，对志愿军坚守的上甘岭阵地进行疯狂轰炸和炮击，山头被炮火削低数米，阵地被反复争夺。志愿军战士浴血奋战，在狭小的阵地上，以血肉之躯筑起坚固防线，一次次击退敌人进攻。经过43天的激战，志愿军守住了阵地，打出了国威军威。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枪眼，为部队开辟前进道路；邱少云为了不暴露部队潜伏任务，忍受烈火烧身，直至壮烈牺牲。杨根思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些英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据统计，志愿军共涌现出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他们用生命和热血诠释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此前，尽管中国是2战战胜国，但由于长期积贫积弱，在国际上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西方列强依然认为中国是可以随意欺凌的对象。然而，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这一局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凭借顽强战斗，
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以南，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这一胜利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正如彭德怀元帅所说，西方殖民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线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战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逐渐增强。1954年，中国得以出席日内瓦会议并作重要发言，这是新中国首次以5大国之一的身份参与国际会议，标志着中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的国际形象得到极大改善，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将中国视为榜样，纷纷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抗美援朝战争为新中国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战争前，美国的军事威胁严重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尤其是东北边境地区。美国的军事力量一旦在朝鲜半岛站稳脚跟，随时可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结束后，美国遭受重创，不敢轻易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这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赢得了宝贵时间。此后几十年，中国得以集中精力进行国内建设，逐步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抗美援朝战争也让周边国家看到了中国的实力和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消除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觊觎之心，维护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抗美援朝战争让中国军队深刻认识到自身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从而加速了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战争中，中国军队在与美军的对抗中学习到了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如多兵种协同作战、后勤保障等。战后，中国加大对军事工业的投入，引进苏联的军事技术和装备，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工业体系。同时，加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这些努力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中国军事事业的进步。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深刻反思。起初，美国并未完全认识到这场战争对中国的深远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经历了一系列国际事件后，美国才逐渐明白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收获。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意识到中国出兵朝鲜，成功阻止了美国势力在东北亚的进一步扩张，维护了自身的战略安全空间。朝鲜作为中国与西方势力之间的缓冲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如果朝鲜被美国控制，中国东北将直接暴露在敌人的军事威胁之下，这是中国绝不能接受的。在国际影响力方面，美国看到中国通过抗美援朝战争，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还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支持。中国成为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重要力量，这对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构成了挑战。此外，美国也认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中展现出的顽强战斗意志和强大凝聚力，是中国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精神力量让中国在面对外部压力时能够团结一致，奋勇抗争。直到21年后的越南战争，美国再次与中国在间接军事对抗中交锋，深刻体会到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和军事威慑力。此时，美国才真正明白，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战争。它不仅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安全，还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巨大的牺牲，为国家赢得了尊严和荣誉，为民族赢得了未来和希望。这场战争中，中国收获的是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家安全环境的改善、
均是现代化的推进以及民族精神的升华。美国用21年才想明白的道理，正是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体现，也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精神的胜利。如今回顾这场战争，我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也更加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决心。本来说还要判得更多，不是他不认为是违法，是说不认为吃狗肉违法，还是不认为偷人家东西违法？他们不认为偷狗谁都知道违法，他们不认为吃狗肉是违法，他们更不认为偷人家狗是法上加法。所以对啊，没有。其实文涛你是那个科技进步的受害者。我觉得因为这几年啊特别严格，因为有航拍，他们那个政府执法，真经常你以为他在小孩子在玩嘛，没有，他在执法。放个飞机看你们这种豪宅啊，谁是违章建筑，那就抓。不算豪宅好吗？其实他都不需要航拍，他那个都有纠察队。你的邻居就是纠察队了呀，纠察队。你说那个像北京人讲的这个什么小脚老太太是吧？对呀，朝阳，北京有朝阳大妈，跑马地也有。香港有爱投诉的市民，是吧？哎，广美，你看，你能分享吗？就是说这个移民怎么适应新环境？我为什么找我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说我自己其实也是个移民，曾经是一个新移民，因为我觉得。我老觉得我是属于这个宇宙里面的，就是你把我放到哪里，我就会用最快的速度自得其乐的，我就把我自己当成自己人了。家辉也是跟这个丁老师一样，你在美国生活多少年？我不算移民了，因为我经常这样分开，移民跟移居是两回事哈。移民的话，你就是有一点连根拔起的感觉，至少是一个长期的嘛哈。然后呢，你跟那个环境建立关系。那我在美国几年就是移居嘛，从我去的第一天我就清楚。我不会在这里拿什么绿卡、拿护照，不会。为什么呢？我学完就走，因为英文不好啊，很憋啊。那而且我就是爱吃狗肉嘛，以前没有了，我不吃狗肉，不要这样看我，我配合丁老师的口味而已。你只是爱偷狗，叫鸡鸣狗盗之徒，在哪儿都好混。精明啊，不是。然后呢，那个后来当讲师也拿了最佳讲师，那学校呢看我毕业的时候就叫我说，哎，要不要考虑？假如我留下来呢，他们会替我办。那我只有当天也考虑了2个钟头而已，那我觉得我英文还是不好，留在那边8年了，有时候讲课我还一边讲一边心里在笑，心里想这些洋鬼子学生真的听得懂我说什么吗？然后我就决定不要了，我就回来香港闯荡江湖，而且那时候刚好1997年嘛。我就想回来见证这么重要的这个时间，就确实说的啊，这个英文不好是不是头一个问题？我想比英文不好更严重是钱的问题。如果你钱很多的话，英文不好，你照样可以到处移民。然后就听人家的话说，你要想学好英文，在美国，但有2个途径，你看你愿意选哪一个？第一个，不管什么女的，只要愿意跟你2个同居，都可以。然后呢，你跟他学英文，你是吧？你给他干活。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就是美国同学啊！这美国同学不错。李银河，我觉得是李银河，没错。第2个呢是最简单的，我采取了第2个办法。他说你啊，买一个最便宜的黑白电视机，因为那个彩色电视机很贵的。然后你有事没事电视机开着，在里面听那个脱口秀。其实我刚来的时候呢，我的英语大概就10句话而已，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而且很穷啊，特别穷。虽然凤凰给了我一份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挣过的高工资，真的？那当然。你以前得穷成什么样啊？但是你要穷着站着睡了，没得躺着睡，房间太窄，天哪，要用站着睡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差不多。你腿太长，房间太窄。你跟凤凰高层有关系好？15平米的房子住2个。另外那个姐姐比我还高，1.8米的，而且你知道那个房就是凤凰给了我一个那么高的工资，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房租用掉我工资1/2以上，所以其实日子是过得很苦，但是那时候让我更苦的是因为语言的关系。
你就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叫什么有口难言的这么样的一个人，你要知道香港有这种感觉吗？有这么厉害吗？96年的时候你要去问路啊，那个香港人一听你说普通话，是直接弹开来，他害怕。为什么？我不晓得。你要抢他钱呢？不是，非法移民呢？怕他割他的肾。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一栋大楼里面，那个大楼里面有一个屈臣氏，我想说，他应该很容易可以回答我问题，我就跟他对不起，我可不可以？我话都还没说完，他真的直接就从那个店门口弹到最里面去。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在当年呐，这个实际到今天也可能也有残留，就是香港人啊，是对我们从内地来的人，是有些人是有一些瞧不起的。这种瞧不起，你知道吗？我的一个心灵的一个伤害，我还曾经记得，就是今天香港有名的一个女明星，我当年刚来香港的时候，港台给我们录一个那个广播剧，因为我原来也是广东电台的，然后就这个香港的这个女歌星啊。跟我一起录，你知道吗？这不是一个那种立杆的那个麦，就是到了我的台词儿，我上去录，到他的，就所以我们俩必须并排嘛。你知道，我当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感觉，他拿这个纸巾，我们两个一凑到话筒的时候啊，他这样，你知道吗？我很敏感的，我就觉得他觉得我臭。你知道吗？非典不是，他就是臭不臭呢？那时候不是臭啊，就是那也不注意个人卫生，是吧？好几天不洗头，对吧？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哇，我说你至于吗？在这儿录完了什么，啪马上弹开我，就像你说的，这让我想起来，就我说我是什么瘟疫吗？就是我不认为他对我是有任何的歧视，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毕竟香港的官方语言英文跟广东话，他听到一个陌生的语言，而且我真的觉得那个96年可能对他们来讲，这个普通话还是比较陌生而且有距离的。当他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弹开。我跟你不同，我刚到香港来之前，因为我在广州7年。所以呢，你也会说白话的呀。识聽唔識講，就是，但是你会听啊，你就认为你会讲。其实我们在广东电台的时候，大院里是讲普通话的，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不难，所以呢，我就到了香港。香港就是我们公司这个著名的这个故事，我冲着一个叫教你的一个撰稿啊，我哗给他砍了半个小时，最后这教你说，哇，窦先生，你的国语东莞口音很重啊。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是要移民也好，移居也好，我觉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脱离自己的舒适带。我觉得这个心理准备是需要有的，就是说你要放下很多的这个尊严吧，要去学当地的语言。我当年学广东话的时候没少受罪啊，连女孩都欺负我。我们到茶餐厅去点菜，他们就你点吧，我想吃点一盘那个菜心。他说点，跟他讲说我要除衫。除衫。菜心叫除衫。除衫，我要脱衣。但是除衫就是那个音调差一点点。除衫，太高兴了，太高兴。我很好奇那个。要家辉学这个话，这就成性骚扰了。不是那个，我很好奇的服务员怎么反应啊？假如是男服务员，一听。马上把电话号码。我同桌所有的女孩都特别高大漂亮的模特儿，她们就这么整我。那时候很受伤害啊！但是你不经过这样的阵痛，你不脱离这样的舒适带，你不可能学语言。他说这个是，我问你们两位啊，在美国这个生活，你觉得最初的时候啊，这个最受伤的事儿，你记得吗？或者有这种创伤性经历吗？讲几句，讲几个创伤，因为我创伤太多了。讲一个还是讲两个还是讲三个？定春秋，要不就是春秋吗？我第一个受伤的是什么？就在匹兹堡大学上课，上那个基础课，就是我们读博士学位的基础课。我们班上大概有30来个学生，外国学生嘛，大部分都拉丁美洲过来的。我大概是在班上是3个亚洲人之一，唯一的中国大陆来的。但是我拿的是匹兹堡大学校长的奖学金，是全大学最高的奖学金。然后在班上一句英文不敢讲，一个问题不敢提，老师布置作业听不懂。2个星期下来，班上2个白人同学，男的，
就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拿着最高的奖学金，他们自己要付学费的。那个眼神呐，虽然我不懂英文，当然我能读得懂他们两个的眼神。那意思就是说，像你这种白痴也值得把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拿那么多放在口袋里吗？他直接讲 ，no， 我就要读懂他的眼神。你觉得他是丁老师翻译出来的？你想多了吧？我一点都没有误读他们的眼神，眼神是有语言的。你没办法证明啊。那可以证明呢？可以证明呢？可以证明就是患上了受迫害妄想症。这是第一个受迫害。我告诉你，你要问我多得很呢。家辉来一个。但是丁老师，你应该回他，你用你的眼神回他一句：我最喜欢那种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这绝是啊，我拿的是人家的钱呐。这就好像最近表情包嘛，蛮有趣的。我那个脸皮比较厚，所以都没有觉得受伤害。我的假如我像丁老师当时的情况，我不会这样想嘛。我觉得人家这样看我，一定想约，还是约我吃饭什么哈，所以我比较不会受伤害。然后呢，有时候会有一种情况，有一次我说我所谓受伤害是什么呀？那突然有一个香港女同学一起读博士班的啊，有一次不晓得一些小矛盾、小冲突，她直接就说我一句话：你看李家辉整天对于我们香港自己中国来的学生臭着脸。黑格上你说我黑口黑脸，他不知道我就长这样子吗？我说有吗？他说是啊，你看着洋人就笑口眯眯啊，就是我崇洋媚外，对，就是那种感觉，我就很受伤害了。为什么呢？我不觉得自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我对于洋学生可能会笑容比较多。为什么？广东话说以笑遮丑啊，以笑遮丑。英语不好嘛，有时候别人讲我不一定全部听得懂。我就只好笑了，特别的友善，特别yeah right yeah of course。其实我根本听个屁啊，根本不懂他讲话。那别人看起来呢，就是说，你对洋人崇洋媚外，对于我们自己人呢，黑口黑脸。我觉得我蛮伤害的。这个他讲的这个情况啊，我把你讲那个情况，我们倒遇到一个。住在一个楼上，我们那个3层楼，那个第2层楼一个老王，我不好讲名字我记得，他是东北来的，他是学那个汽车拖拉机专业的。哎呀，这哥们喊，这哥们比我们当时要大个10来岁，他已经是中年人了啊，我们那时候还小青年。他跑到美国去以后，他英文比我们还差，但是他胆特大，每个周末都请我们同事来吃饭，跟你一样。他后来临走的时候就做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这在匹兹堡人人皆知，就是华人呐，人人皆这个。他出去的时候，他已经内定为回来以后要当院长。他走的时候，他是个系里的副主任，所以呢，干部说你到美国去，美国很腐败，要注意不要给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辐射，回来以后就麻烦了。然后他临走的时候，就跟那个学校的那个卫生所啊，要了一大堆的。那个避孕套、卫生套，就不要把坏的毛病带回来。然后随着他跑到美国去以后，好像没什么机会用，至少是我们的感觉是这样。他是访问学者，就是10个月就要回去了。我们是读学位嘛。临走的时候呢，我们到美国去跟美国人学，就是叫yard sale，就临走的时候就是把那个不要的东西嘛，就放在那个前面花园里卖掉嘛。他把所有能够东西拿着都卖，其中呢就包括来带上一大包的避孕套啊，放过期了吧？我们一看以后就傻眼，说老王啊，这个东西不能卖，因为这个传染病的。他说我这也没用过。我们讲人家也不知道呀，美国人不知道啊，你这个在美国卖了也不在中国卖。我想起来了。他马上回去以后就拿一个大白纸牌，然后就用大那个粗的那个笔就写个 never used， 从来没用过，没用过，那才精彩了。这就有像有些观众这个黑我说我的大脑最值钱，因为是新的，从来没用过。但是这个我现在插一个题外话。这句话没用过，可以很幽默哈，黑你可以很哀伤的。有人说全世界最短的小说是什么？从来没用过。对，没错，就是那个海明威写的，据说是他写的。就是说那个2句话，就是那个一双婴儿鞋子啊，这是 baby shoes never used， 就是一双婴儿鞋从来没用过。哇，就很多故事啊。很多想象，对不对？那当然，对，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是买了浪费吗？还是那个婴儿很不幸去世？
整个马上他什么都没说，所有的故事都有可能想到。脑海的小说所有的就出来，这是最短的文学小说，哎所以他可能在赞美你的大脑 never used， 我们就想好多。但是你知道，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不去？我确实英语是一个原因呢。你到了那儿，就是你看我在香港，对吧？因为我有这个东莞口音的普通话，还能通行江湖，把你应付一下。我有过一个体验，就是说啊，你真到了美国，就是英语不行啊，什么叫寸步难行？我约略能够想象，因为我经历过一次，我有一次是跟着这个鲁豫，你知道，就是去这个纽约啊，我们一起出公差。我第一次去美国就是跟鲁豫一起去的，我当时就发现，如果我要去了，我就是得依赖在鲁豫的身上，就是我跟他寸步不离，就从早到晚寸步不离，一直到即便到你回房间里，就是到最后，到最后是半夜，鲁豫在我面前说：“你跟到我房间干什么？逛街就逛。”在挪威奥斯陆，我就看到一个韩国人。仅次于你的智慧，还没你们好。他带着老婆带2个孩子，他要喝牛奶，他英文也不行，那根本讲是挪威语，挪威语很难讲的，我都听不懂。他后来讲了好半天，孩子要喝什么样的牛奶，他本人大概要喝什么不带脂肪的，太太要喝什么半带脂肪的，孩子要喝全带脂肪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全脂、脱脂、就是很复杂的，很复杂的，搞了半天。他对方那个服务员听不懂，结果他在想这个绝招，孩子要喝什么？就喝妈妈的那一种。哦。哎，然后呢，他说我跟我太太要喝，这是什么呀？非常生动。这是脱脂的吗？脱脂的。哎，他认为这是脱脂的。哦，这是牛的，这是牛的啊，这是人的，这人的，哎，完了，服务员一看你，马上明白了 ，no problem。光美，你讲，真的不一样。没有，我只是要讲，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懂当地语言呢，是真的有生命危险的。就好多年前有一个也是在美国的案例，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警察公权力很大，但是基本上他们一般还是就是以一个合法的方式来去检控你啊，或者是干嘛你 ，OK， 他截停你，他会告诉你说离开你的车子，就我们看电影离开你的车子，要不就是手摁在地上，要不就是手摁在车上，你一个指令一个动作，但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说，那我为了要表示我是良民，我是有执照的，我可能要伸手拿我的驾照给你看，你一伸手完蛋，噼里啪啦，这个就直接把你摁地上，把你痛打一顿，到你没有还手的能力为止。结果你看他手上拿出什么东西，他不是拿任何的枪械，他就是拿出他的驾照而已。是。所以。这个都是很著名的一些案例，所以我就说，这个不懂当地的语言是有生命危险的。而且真的就是，我就觉得不光是因为这个语言，为什么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出国移民，虽然我没办过这个手续，但是我去过一次香港，我不用试一下。我跟你说，我们公司我出公差去美国都被美国领事馆拒签了，就香港这个美国领事馆，哎，我就跟家辉说对老外对笑脸相迎啊，我们派我去公司，派我去美国去主持一个什么美国赛区的一个选美比赛，你知道吗？这个公司的秘书把所有的都办好了，早上6点让我到那个美国领事馆，香港的美国领事馆排队嘛。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英语不太好，就是像你说的，人家说啊，这个外国人呢，你见到他要笑，对吧？叫笑。然后呢，黑口黑脸，碰见了一个美国领事馆一个女的，一个大肚子，长得还挺漂亮，我怀孕的啊。那个女的见到我，她一点也不笑啊，瞪着个大眼珠子这么看着我。然后她就问我一些我也听得半懂不懂，然后问我一些很奇怪的一些问题，说你这个去那个有没有收入啊？我说是 salary， 我说收入是我的 company 给我的呀。他说这个你的 company 是在香港给你的呀，还是在美国给你的呀？什么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呢，最后就会说急了，就是说那这个什么你就挣钱还是不挣钱，跟我说半天这个事儿，最后问我你这个工资啊什么的，我好像是问我这工资是多少。
我最后急了，我就跟人说，嗨，这都是我们公司给的，他爱给多少给多少，不能的，违法。走了。就最后我们公司秘书就说怎么回事？我都给你弄好了，你出公差给拒签了。后来他就说后来就是他们又找这个美国领事，香港美国领事，那个美国领事后来就说说这个女的。就是首先他怀疑我动机不纯，他怀疑我要去美国打黑工，然后呢说关键的一个怀疑就是说没有理由的冲他呲咪笑，因为谄媚，就是觉得心里有鬼。那我跟你讲，我记得以前经常跟朋友讲，这种误会啊可大可小嘛。我生平第一次去美国去夏威夷，就是差不多那种语言的误会、表情的误会，还有行为的误会。干嘛呢？我下飞机，你要检查行李，入境那个高大威武的白人警察哈，那个海关看我那个行李，然后瞄我几眼，我也是这样对着他笑嘛。我们看到老外都是笑嘛哈，哎，那这样扎挤眉弄眼的这样笑哈。然后呢，他突然本来对我笑，突然不笑，凶起来，脸臭起来。干嘛呢？然后还找了几个人过来把我抓进房间，搜身，全身搜，身体所有的部分你能想象的他都搜了。那我无所谓嘛，我清白嘛，身正不怕影子歪的。大家搜完之后身体不清白了，没关系，因为我心里想，好啊 ，you ask for that， 你要求的，反正我坐完飞机那么脏，你要看就看嘛，这样。然后呢，搜完之后什么都没有嘛，清白，他出去，那老外也很好。那给我道歉说抱歉哈，给你带来麻烦。我说到底 what's going on？ 发生什么事啊？原来他指一下，说我行李里面有避孕套，发现有避孕套。他说刚才丁春秋卖的是吧？没用过，没用过的 never use。但是你带的是用过的。里面原来过程里面啊，我记得他检查不是有安全套犯法吗？不是，第一个我很年轻，第二个他那时候问我一句话，他说我记得他收行李的时候问我，你有女朋友吗？在美国有 girlfriend here？ 我说没有啊，这样。然后呢，原来他怀疑我用安全套来运毒，藏在身体什么地方？因为他说你没有女朋友，怎么会自己从香港过来要带着100多个？那他不了解家辉的过。所以以后我都警告年轻的朋友过关要小心啊。所以你看，听移民呢，你看我看这个字，这个侨外移民，其实中国人这个侨字啊是很有意思的。最早的是一个人，这个地方是那个侨，那个乔装打扮的乔，晓得吧？对。所以你要移民的话，可能就是跑人家国家去乔装打扮，有伪装出来，所以才有这么多问题，你知道吗？谁给你的这个植入广告？我刚想起来，丁老师今天能发财，我帮你要。但是你讲，对不起，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当地除了语言之外，法律这件事情，我们刚才也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例证。你知不知道在美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带你的随从或者是助理去过美国？随从我听起来像个贵族是吧？他出门是10几个。我就是鲁豫的随从啊。不是，你如果真的有随从或者是助理人员的话，你最好问清楚，因为你可能需要付他额外的工资，按照美国本地那一个州，因为每一个州的最低工资是不一样的，你要按照那个州的最低工资按周薪付给他，否则如果他去投诉你，或者是有人检举你，或者是这件事情曝光的话，你有可能吃上官司的。吃大官司，不是小官司，大官司，虐待劳工。所以有一年我因为。有一年我因为带了全家人一起出去，所以那一年我把那个家里的阿姨，菲律宾阿姨一起带出去了。那一年我就按照加州的最低工资，那个时候好像是1个小时是8点多美金，我就按周薪给他。他一直跟我说不用，我除了香港的那个工资照付他之外，我还付了他美国的工资。他一直说不用，我说。用，你说你不用我就要坐牢了。他发了一笔小财，可开心了。哎，你们说今天中国这经济啊也好起来，现在开始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移民
该选择什么，或者还是不是个好事儿？就是你看，你记得当年你们那个年代有一个人写过著名的一个电视剧叫《北京人在纽约》。在纽约，那不是我们后了，对我们后那个作者姓曹的，那个作者现在已经70岁左右了，年过70了，回来了，回来在北京。又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呢？纽约人在北京。你看，他就说，照他的观点，他就说啊，他说美国就是什么呢？叫做儿童的天堂，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牧场，就坟场，老年人的坟场。他就说，你这个游客去，你觉得那个好啊，空气好啊，这好。他说你，但是他提到一件事儿。他是说你没有试过美国的这个金融制度，都是负债的。就是在美国，你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你还是个人；你要一没这个工作，你立马成孙子。就是因为你房贷、车贷、学贷，就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就是说他就说你被这个美国金融制度，只要你试试这个滋味啊，你就丁老师，我觉得你同意他这种观点。当然，我们到美国去的第一年，老华侨们。我看完老华侨们能看出来，当然了，这个老华侨大部分都还是属于劳工阶级，在中国餐馆里面打工的那些老华侨。你发现很多的老华侨到老那个年纪的时候，都想回到故土。他说回到故土，我这点钱也能够使我每天喝点小酒，遛遛狗，走走路，是吧？在美国就很惨了，因为他们也没有很多的医疗保险。那就现在你那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今天中国富起来了。而且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啊、通讯啊都很发达了，很简单了，是吧？还应该不应该移民？需要不需要移民？移民对不对？好不好？我一直坚持这一点。如果在你自己看起来，移民是一条好的道路，我建议你一定要试一试，试一试，试成功了，也许你能够开辟一个天地。试不成功，你再回来嘛。侨外移民给的钱不少啊，试不成功，你再回来嘛，交学费嘛。我觉得先移居吧，先移居，再考虑移民。因为我觉得看世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世界那么大，你哪知道哪儿才是最适合你的地方？你不试，你永远不知道。我强烈建议，现在有本事的人不要听我们讲，哎呀，我明年移民到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算什么玩意？全世界都知道。你有本事，现在移民到非洲最偏僻的地方去，到那地方当酋长，那才是大牛。是吗？那现在估计那个能免签是吧？直接非洲人民欢迎你。那现在移民的关系不一样嘛？我们那个年代讲的真的是一去壮士一去不复回那种感觉，或者说我去了不成功，我就不回家，衣锦还乡这样。现在不是嘛？我可能去为了某些原因安顿了小孩，或者说拿了护照飞来飞去。现在都是在城市跟国家之间飞来飞去，所以刚说，其实移民，假如不管叫移民还是移居，有一段那个在外面生活的经验非常美好。对，所以其实呢，我现在觉得就是说，站在这个历史的高度上哈，就是有那么一句话，这个中国人呢，作为人口最多的这个大国呀。我已经看到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也必然是这样。就是说啊，凡是有太阳照到的地方，都会有华人。这其实从历史上看，甚至跟中国的经济发达还是不发达都没有关系。最近你看，我看有的学者就研究，就说我们过去认为啊，就说中国好像什么曾经有个阶段闭关锁国，那是一段很短的时期，比如说明清时候曾经短暂的这个海禁。其实说中国人封闭啊。是一个误读，就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啊，比如说丝绸之路，或者说是这个海外，比如说宋朝、南宋，这个中国包括这个郑和下西洋，就真正说那个海禁呢，是历史上一个较短的时期。大部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时候啊，实际永远一直就有华人往海外走。你中国在世界上最不牛的时候，他们也往海外跑，对吧？这个南洋华人，你现在中国经济好了。他一样都往海外跑，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啊，最后咱们这个遍布全球啊，是不成问题的事实。现在已经遍布全球，已经遍布全球了。刚才说有太阳地方就有华人移民，现在没有太阳地方也有华人移民，就是北极、南极。
北极南极。北极南极，我的葡萄跑。没太阳吗？那个地方一年大概8个月没太阳。极夜的时候。对。你像那个，实际上你像我们那个读书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到现在我印象都很深刻：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移民史。就是一部华人移民史。华人是这个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干。哎，人多嘛。对，你们2位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吧？面色菜绿。好，谢谢。